怪癖大揭秘，这些习惯真的不能忍。另外一半有可能很会打嗝啊，或会放屁那种都不行。有遇到很帅的男生，然后条件也不错，可他一跟我讲话，然后嘴巴味道马上就冲到鼻子来。你现在是在暗示我，我不能忍受，就是筷子拿不标准，捞的乱七，好像在这样子炒饭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小叮当啊，就很尴尬，稍微就避开用餐时间跟他碰面。提到前任很母汤，踩中地雷秒分手。他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感冒，几乎没声音了。我说那我带你去看医生，脸很臭，他们从来没等那么久过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前男友带我来的时候都不用怎么等啊，一下就是我了。啊，这太夸张了。我说回去找你前任吧，我就走掉了，直接分手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了4位在情场上是打滚多年，哇哦，翻江倒海啊！哎，他见过许多的妖魔鬼怪哦，让他们好好来分享一下感情当中的哪些话题是两性相处的大地雷。欢迎他们出场。好多手势哦。来介绍第一位，Junior。啾啾。欢迎圆圆。欢迎邱慧文。好久不见哦。欢迎君脑哥。哇，帅！你好，你好，帅啦，帅啦。欢迎4位。这世情百战的朋友不是浪得虚名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条件多好，在陈哥面前我们就自惭形秽。对。陈哥，我们不要惹他，毕竟他现在只有他未婚呢，我们不要惹他。他可以毛起来攻击。为什么要错了攻击？只有他未婚。哦，我们就看。我也没结婚。我说男生来说。男生哦。差点以为你妈。对啊，吓一跳。我哪时候结婚？我们就看Gino还能撑多久啊？再撑啊！你是不是其实暗地里已经有在交往的对象？真的没有，真没有，还真没有。但是我也不避讳，记者问我都说，单身时间我都有试着去，朋友都会介绍嘛。你还是有 dating 了。对啊，我都是，可是真的没办法出你的去超心态过3次。是敞开的啦，就是不会设限。事不过三吗？有事不过三的概念。事不过三这个成语不是这就在心中。哎，他这个试是试试看的事啦。对啊，事不过三。哎，我请问一下大家，请问你们自己在感情当中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地雷，哎，对吧？真的，你自己在感情这件事这条路，情字这条路，你有什么地雷？好不好？圆圆，我是会有那种嗅觉的地雷。你有嗅觉的地雷？对，因为我的鼻子是超好的狗鼻子，所以就身上如果另外一半有可能很会打嗝啊，或会放屁那种都不行。就是因为像我哥跟他老婆，我哥就是常常就是放屁的时候，他就会用手去抓自己的屁。哦，会员独享。有人是一种情绪哎，会员独享的，就会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。可是我会觉得那个很夸张臭哎，或是故意。他们就是会睡在一张床上，然后会故意放屁，就是在棉被里面给他闻，这样一直散给他闻，这样。这是一种情趣，这是一种情趣真的，有的人是把它当情趣。其他3位认为这是情趣的举手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我会觉得真的假的？有，哎呦，而且那个棉被绝对不会删，是卡住。就是卡住，而且这是顺序问题哦。很冷的时候表示很贴心，把它盖得好好的，头也盖起来了。这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。是因为很安全，不能先放，不让他察觉。好，因为这个安全感才能这样。因为我完全不行，因为我鼻子是超级灵的，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我跟他现在坐在一起。他有脚臭，我连这样都闻得到的那种。他穿鞋子哦，穿鞋子也透得出来。他内裤很臭，我也会闻得到。内裤很臭，真的，我有时候去录外景，我有时候去录外景，然后有时候男生就是可能你去机场工作好了。对啊，去闻那个行李箱。米格鲁。对啊，米格鲁。取代米格鲁。对啊，我就例如说，我之前工作，然后有遇到很帅的男生，然后条件也不错，可他一跟我讲话，然后嘴巴味道马上就冲到鼻子来了。我就知道他可能火气很大，所以你口臭。你可以买黄连给他。没有，或是他坐在位置上隔壁，我就一直闻到他身上。你现在是在暗示我？刚刚开始录就是暗示我了吗？Gino内裤应该是香的吧？慢，
你说坐在位置上怎么样？我的意思说，如果这样子，我其实也会闻到，例如说他内裤是香的或是臭的都。内裤香的不香，你都闻得到。对，我真的都闻得到哎。而且，然后我有一天就是跟我经纪人在车上，然后呢，他就突然吃完饭以后就打一个超大的嗝，然后我们整个就是车子上全部都是他那个味道。我就跟他说，如果你今天是我男朋友，我一定会跟你分手这样。你会这样就分手？为了打嗝，因为我会觉得我觉得为什么他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你条件的人呢？不是，因为我会觉得说他可以闷着，他或是他可以就是另外打，他不用那么大声。可是你就能保证你身上都没有那些味道吗？没有，应该是说，就是我觉得不能刻意，就例如说你要放屁不能刻意，当然，或是例如说当然脚很臭，可能回到家不能一直故意要弄对方或者什么的。哦，当然，就自然的脚臭跟自然的放屁，就自然的那种，我觉得还好，但是就是不能不喜欢闻臭味就对了。因为有些人会故意用自己的脚一直搓，然后给另外一半闻，然后这样就不行。撸一直撸，对不对？是，这是有点可怕。这个太夸张，这个跟打嗝我也觉得不应该了。对，你可以闻一下陈哥的内裤吗？好，这什么要求啊？你有过成熟的想法吗？他刚才有叫你这样讲吗？我刚好瞄到板子有陈哥2个字，我就自行发挥了。哦，他没叫你闻内裤，你什么好？他过来我应该就会闻到了。不可能，哎，真的在他旁边，你闻看。我不要影响他的秀。哎，没有哎，都没有任何臭味。哇，哇！哎，我看的耳朵后面。他有带违禁品吗？耳朵后面因为耳朵后面有些人很臭，有耳油味，有闻到哪里有带电子烟吗？都没臭味。他身上他身上有肉干吗？连狐臭都没有。对，连狐臭都没有。我手都还没抬起来啊。不要这样，没有哎，都没有任何臭味。哇，结论是陈哥内裤是香的。各位感觉到了，目前我的腰部以上是通过考验的了。没有，我是说各位厉害了吧？各位来一下。这样我就会考虑跟这个人在一起。哦，这样子可以考虑了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。这样子才可以考虑而已哦。考虑了。哎呦，不是因为就怕它有一个味道太浓啊。不过的确是有些人对于味道是在意的。是啊，比如说体味啊，或者会散发出来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各种。对。还有一些女孩子不洗头的那种，也头油也可怕。那你跟那些有头油的、不洗头的这些女生朋友当朋友怎么办？会一直问他为什么不洗头啊？你看。会，我会一直闻到因为她很干净啊。因为她就是头会一直。她演员算是一种香香公主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她是算香香公主。因为我是每天都会洗头，我会一直问为什么她都不洗头。你这么长头发不嫌麻烦？不会，我喜欢身上有个香香的味道那种感觉。哦，是不是没冲干净啊？没洗干净。我常常觉得女生怎么那么香，怎么是没冲干净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的鼻子厉害到连我自己身上如果有臭味，我都闻得到哦。你也受不了，这不容易。我都会闻得到。例如说，我流汗，我只要有闻到一点味道，我就可能要去洗澡这样。哎呦，就一点味道都闻得到。那你夏天有办法出门吗？夏天的话，我就会发现，女生的可能胸部很容易流汗，就那边会容易有味道。对啊，他连哪一个区域对都会味道，他都分辨。就可能那个地方会插一点香香的东西。哦，因为我不能接受自己闻到那个味道。你看，所以他不是只是要求别人呐，对，他也会要求本身啊，太极端会有点辛苦啦。朱尼尔是，请问你自己感情中的地雷是什么？我的地雷哦，其实就是餐桌礼啊，哎呦，好特别哦。我以前有交往过一个女朋友，她就长得很可爱的一个女生，但她吃饭的时候喜欢这样。哦，有声音。哦，这我也不行。我吃饭有声音。然后我就第一次我就这样看她，我就你吃饭就是这样嚼，挺可爱的哈。然后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可爱。然后我就看她，而且她会因为这样，她会有泼。就是会有泡沫，这个我没办法。然后我就是，然后后来我就会提醒他，就是比如说他有的时候这样子，我就这样子，他嘴巴张开，我就这样，嘴巴，我就提醒他，他就会稍微闭起来或者擦一下嘴巴，然后就连续几次下来，就我有一次我在这样讲他，我说嘴巴，他说你不要再提醒我，我觉得隔壁所有人都觉得我的外号叫嘴巴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不能忍受。就是筷子拿不标准这件事情，哇，极度就是朋友都没有关系，你是我的朋友，根本不介意这种事情。但是如果是我的，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哎呦，我很怕，就你可以不要说拿到完全标准，但你不要很夸张。我遇到的那个，他不止就是嘴巴讲吃饭会，他筷子拿的就是我近乎崩溃。
我来示范一下。筷子来，你有带筷子？没有带筷子。你知道有一种人筷子会这样拿。哦，我有看过这样子的，哦，就是他这样握拳头在夹的那种。这我也很怪。然后这我也不行你知道他在夹菜的时候，我就很尴尬，因为我后来就有点不好意思，大家跟我朋友吃饭，因为这样夹他会捞的乱七，好像在这样子炒饭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小叮当啊，就很尴尬。然后所以我就有一段时间，我都尽量就只会带他去吃西餐，就以刀叉为原则。对，所以他交往没多久喽，哦，这我忍了一段时间，大概半年吧，半年，差不多半年，因为你会觉得这样这么受不了还能交半年？一开始你会觉得。就觉得他的可爱应该可以掩盖这些东西，对，人都是这样，掩盖不了。然后就稍微就避开用餐时间跟他碰面，哦，少吃饭。然后对少吃饭。那后来真的就是你觉得，哎，差不多如果他再走下去之后，我可能就真的接受不了。餐桌礼仪有这么多种哦，对不对？餐桌礼仪其实有很多西啊。餐、中对餐，，但就是这乱七八糟之后，你就很受不了。这的确是蛮关键的。对啊，就是你会想说，那如果跟长辈啊，或跟人出去吃饭，你跟这人要过一辈子，一天要吃3餐呢，一年要多少餐？可是你可以然后每一花钱餐都要看到他这个样。样子，你真的会受不了。对你讲到重点，就是这中间我跟他讨论过，说你筷子可不可以？我教他怎么拿标准的筷子，对啊你可以教教他他。但是他后来就跟我讲了一个理论，他就说都可以吃就好啦，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挑剔？好像也是，然后我就觉得，他就说你凭什么觉得你这样就是标准的拿筷子的方式？我这样想一想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就那就一人发一双筷子的那种辅助器练习器啊，小朋友学过那种没有那种。对筷子练习器就好对了。那我就算啦，就我觉得理念不合就结束了。我的应该是很多女生不能忍受，不能接受我这一点了。因为我认为在另外一半交往状况下的时候，我会全心的在乎他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记在心里面。可是我很不能接受一件事或讲一句话的时候，他接一个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比如说我曾经发生，我讲个例子好了，有是跟之前一个女朋友我们出国玩，然后回来之后呢，要回台湾了，然后。我肚子饿，我说我想去吃拉面，你要不要吃？他说我不用，那我先去上厕所，然后去餐厅找你。我说好，然后我就去餐厅点的拉面，他很饿嘛，吃得很快，啪啪啪啪，就已经快吃完之后呢，他上完厕所过来跟我会合了。他走过看到的时候，他就看着我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真的没有留给我，那我就慌了，自己女朋友嘛。我说你刚不是说你不要吗？那我心里就想说要赶快再帮你点一碗。然后他忽然就说啊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这样你就生气了。我会很闷，我会觉得说，因为当下我是非常替你着急，他在意他因为原来你肚子饿，他在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是在，如果是一般人，我根本不 care 啊，我吃我的，我真的吃完，对我就是快吃完了怎么样？可是你是我女朋友，是我心爱的人，你讲这句话我会非常在意，而且餐厅快打烊了，我怕没有办法生第2碗拉面给你了，是我很紧张的，正要再赶快帮他叫一碗的时候，他说没有啦，我开玩笑，这种玩笑不能开，我开玩笑，在某些状况下会很生气，我觉得不对，对头。就是这样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就觉得很火大。你干嘛？刚刚那是什么情况？哎，大家要睡觉了什么的。刚刚那是什么情况？对，睡觉。是老婆这样对你吗？没有，他不会开玩笑。他头就头。哎，没有开玩笑。我就说我开玩笑的。他刚刚说的这个，你们女生觉得合不合理？我觉得算蛮合理的啦，就是真的玩笑不能乱开哇，。我很少碰到认同的，你觉得合真的吗？不合理？我觉得还可以啊。不合理啊。对，我通常碰到你喜欢开玩笑，因为我是喜欢开玩笑的。你觉得合不合理？合理啊，因为我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。因为他如果在意的话，你就没有，知道我的玩笑是很多元化，我很怕他那样如果生气，我怕其他玩笑他也会生气。我说没有，他单就这个，哦，只有单纯。因为他在意你，关乎到可能我疏于照顾了，或者说我不希望你觉得我冷落或责任感太然强。后怕你饿了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我接受，我觉得接受算合理。合理那我说开不起玩笑，金总不会吧？还好，对不对 OK 啊，我自己在意的点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学生时期，就是那时候暗恋一个男生，然后当时那个男生就是想说找他去朋友家一起玩，他在脱下鞋子那一瞬间，哇，整个空间充满着咸鱼干还有那种鱿鱼干的味道。哇！所以之后我跟圆一样，我也对脚臭味非常的敏感。对，那所以我后来找的男生，我就会非常就是在先闻意他的脚。就是一定会让他脱鞋，这样哇，你的屁，不会这么近闻。可以交往了，还要扒开闻，这有点变态了。这太变态了。但至少你脱下鞋不会是我闻得到的那个味道。
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就是造成说我很怕人家穿我的室内拖鞋，就我任何的鞋子。像我之前就是有一个男生，我们那时候是大概是半同居的状态，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有一次，他就是鞋子嘛，就想说找不到，他就穿我的室内拖。我是看到，我想要回来，我的拖鞋怎么不见了？看，居然在你脚上。我说你干嘛穿我的室内拖？他说啊没有啊，我的鞋子找不到，他就暂时穿一下。我就很生气，因为我就很在意说人家穿我的鞋子，我很怕他们脚上有细菌会沾染到我，我怕我被感染。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好，念于他在初犯，就算了，原谅他。可是我后来还是把那个鞋子是拿去泡那个漂白水，泡1整天，然后就消毒。漂白水。对啊，冬天我会换那个毛毛的那一种嘛，就是保暖。然后那个男朋友后来。就趁我冬天的时候又穿了一次。那脚到底是有多小啊？可以一直塞到你真的？因为我是那种半套式的，就是你弄进去，它前面是包头的，后面是空的。哦，它就属于穿进去会变这样子。对，不知道你在意这个吗？我们打篮球那种拖鞋了。哦，对，那就可以了。他可能忘记了，他说那时候他真的找不到，然后他家人又来拜访什么，他就反正就穿一下，他觉得没差，我们不会发现，就真的又被我发现了。我就真是气炸！你曾经有表现出你的愤怒来？有啊，因为我后来这一件事情就跟他冷战了大概1个礼拜，就为了穿拖鞋。对，哇，真的在意。因为我有跟他讲说，我前面就是有警告过，说他不许再穿我的拖鞋，我很在意。到了。但他后面又第2次，然后就真的表示他不在意你的在意。对。哎呦，他就忘记了。不在意你的在意。我们今天请到4位，因为大家其实都有一定的历练，大家基本上也是让你来火里去啊，对不对？来。环节就是守口如瓶，天下太平。感情中这些话题不能聊。来，第一条，第一句话，对另一半交友给意见。我有遇过一个女朋友，她就是我都会带女朋友就在一起一段时间，我这样带她跟我的各种朋友出去玩。然后我的朋友一定是有各种状态的都会有，当然有经济条件很好的，有一些普通的。我后来发现我那个女朋友。他比较固定的，比如说，我今天要跟这几个朋友出去玩，他会说好；我跟哪一些，他就说不要，就不跟。然后有一天，他竟然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应该要跟谁，他就把我身边那几个比较有钱的朋友讲几个名字，然后说我觉得你应该跟这几个比较有钱的玩，他们对你比较有帮助，其他那些我觉得你根本不用留着。哇，就是非常的让我觉得很势利，非常势利，而且他的势利是到了就是连我的。其他生活比较普通的朋友都会感觉到，就是他对那些有钱的朋友比较巴结。他甚至在我们分手之后，还跟我那些有钱的朋友就是都会玩在一起，保持联系。对，保持联系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，这感觉很差，这对我来说有点拜金，对吧？对，有一点势利，他有点变成是个踏板。透过他认识那些有钱朋友，跷板，然后跟他分手之后，还是跟那些有钱朋友继续交朋友。原来是这样子跟我交往的。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感觉？我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啦，有一点，但还好不算，因为反正是我跟他说分手的，所以我不会觉得我像跳板，但是他就是还是他都很明显就只会跟那些人保持联络。每个人缘分有深有浅，他能继续保持联络，他家的事是他家的事啊，对，只是说他在当下跟我说叫我应该只跟哪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觉得听了我很不是滋味。他是不是有看什么厚黑学啊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说你要向上社交，我就不喜欢向上社交这个事情，我就很受不了。你们可以接受，这就是价值观不合啦。对，3观里面的价值观已经不合啦。对。挺朋友还是挺另一半，婚前婚后不一样。讲话的时候就是用脏字去当辅助，就说，你那个朋友可不可以稍微注重一点礼仪啊？我那个男朋友他就蛮生气，不喜欢他满口脏话，对，可是我还是会挺他，因为他是我兄弟。兄弟嘞，要看婚前婚后，婚后真的没准，婚后老婆说了算啊。我呢，就是之前有一个男朋友，他有那种小时候玩在一起的伊那坡，是这样讲吗？伊那坡就是儿时玩伴，对，从小到大的铁哥们，青梅竹马吗？对，类似就一起长大、一起玩的那种。然后他那个朋友就是非常的没有拘束、很自在的一个人。对，因为他很喜欢。讲话的时候就是用脏字去当辅助，语助词。对，
然后还有就是他穿着不会看场合，就是很做自己，然后穿得很随意这样子。他擦的可以吃饭快一点嘛？我靠，对对对，他擦的快一点嘛，来不及的电影哇。对，类似。这很自然哎，我靠，邱文，就这类。类似。脏话来脏话去的那种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有一次就是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就订了一家算是蛮高级的西餐厅。哦。然后他当下就进来走，你知道他穿什么？穿吊嘎、短裤还有夹脚拖哎。然后我想说哇，这个就是你在台湾的西餐厅，一般服务员看到你可能不会想说赶你走或怎么样，可是你那个算是不错的餐厅，你如果在美国哪里，他是可以不让你进去的。是，当然。穿吊嘎那些，然后想说，尤其是短裤，短裤可以吊嘎拖鞋。那你开始那你就会给他建议喽，给你男朋友建议。对，我一开始没有讲，我就想说好算了，因为人都来了嘛。就后来男朋友拿你的拖鞋给他穿。没有啦，又踩他气死，又踩他地雷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这个气死，雷中雷。没有啦，对，雷中雷。那他带着拖鞋出来，对。然后因为他进去之后，然后就是点那个牛排啊什么的，吃一吃，然后他就会直接说，看这真的超好吃的。哦。然后说靠，这什么？对，这块肉超好吃的，你看，油花分布真好看，你看油花。可是如果只是夸奖，我觉得用那语助词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在台湾还可以接受。可是他是很频繁，就是每一句讲话就一定要带到那种。哦。然后我就会觉得，因为那是算是蛮高级的西餐厅，然后他讲话又很大声，所以变成说你服务员啊跟隔壁的客人其实就会怎么了？然后一看哇，他又穿这样，然后又满口的语助词，但他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他不在意，他就是一个很自在的人。你知道会出现那种就是看你们消后假哎，对，类似，很可怕那种。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啦，那种称赞。可是因为他太频繁了，我就会觉得哇，好丢人，又穿这样。我就当下我很想把头埋到那个餐桌子底下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其实就有跟我男朋友讲，我就说，哎，你那个朋友可不可以稍微注重一点礼仪啊？因为跟我们出去，毕竟就是我们去的一些场合或是餐厅，就是要看一下穿着，然后也不要这么多的脏字。然后我那个男朋友他就蛮生气的，他就觉得说，你干嘛管人家那么多？嫌弃他？对，你嫌弃我的20玩伴，你嫌弃我的兄弟。对，而且以先来后到的观念，你才是。我是你是那个外来者，我是外来者，我就被他骂啊，所以导致后来有那个朋友出现就没有我。他这样子的提醒，对吗？我不敢，我不会做这种提醒，我会跟他，哇，真的小猴甲！我跟你讲，因为你打不过他，你就加入他，你要比他更疯，就开始三字经。你还翻译成别的语言。因为你有听过一句话，就是兄弟如手足，女人永远没办法了解说男人的义气跟好兄弟之间那个情谊。我也不喜欢他满口脏话，对，可是我还是会挺他，因为他是我兄弟。兄弟呢？要看婚前婚后。哦，婚后就没什么义气。婚后真的没什么，婚后老婆说了算啊，真的啦。对啊，就是婚前你嫌我兄弟干什么东西？婚后你穿这样是要死了。你这个墙头草，阮食牛排，你吃啊谁好高的哦？啊，你倒是会相处，你无啥头前啊？他现在没朋友啊，就是婚后你就不一样的状况。你是穿三小。如果婚后是我老婆，如果说我老婆跟我说，哎，那个朋友穿那个拖鞋，你穿那什么拖鞋？滚！你不要被装假主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他会看来这一招哦。这是装假主的。那如果穿拖鞋的这个是妥中康呢？啊？我就转过来，拿了单子去结账。第二句话不能说的是第二句，提到前任，我会提到前任。你会提到？对，我会一直提到。你会一直提到？对，因为主要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例如说你在跟一个男生要就是暧昧前，你就会跟他聊前任的事情。然后呢？不会吗？我不会聊。为什么要聊？就是因为他会问你说，哎，你们怎么会分手？因为当朋友的时候就开始聊啊。哦，那是他问。
他会先问我说，哦，我跟我另外一半为什么会分手？可那时候你们已经有暧昧了。对，已经暧昧了。然后我都会讲得超详细哦，就过程什么的都会跟他讲。讲那么详细，讲那么详细，又不是做笔录，讲那么详细干嘛？因为那个暧昧期每天都聊天，你就必须要有话题聊，然后这就是其中一个话题。可能你会讲说，哦，我朋友，不会讲到自己吧？因为你讲到自己，就等于说你把你自己的隐私啊什么，到时候如果你们正在，他就会把它作为比较，可能会，就例如说我会跟他说分手原因，例如说，哦，我说我跟我前一任没什么话题，但是他对我可能很好。什么都超级无敌好的哦，然后什么的，然后我那任男朋友就说没关系，我以后会对你比他更好，或什么的，就是会下这种承诺。但是男生通常就是在一起，例如说半年到1年的时候，他就会变了。一开始就对我超级贴心，生日就给我惊喜啊，什么放烟火啊，然后给我什么，就是那种打开盒子就会有项链那种很惊喜。然后过了1年后，我生日就没收到东西，然后我就吓到，我就说今天是我生日，他就说我又不知道你要什么，这样他就感觉就是已经不想要对我好，或是就是感觉开始摆烂，你知道吗？有些男生就会觉得在一起久了，为什么还要准备这些嘛？对，然后这时候我才会提前任啊，我这时候才会说，我觉得我前任比较好，这样。哇，这个很伤哎，人家没对，因为我就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说他之前自己说他会对我比前任还对我好。然后，但现在根本没做到，现在更烂。但你讲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再对你更好，你想激励他？应该是激励他吧？你是激怒他哎，激励不是激励。我觉得激怒的比例会比较高，80%。我觉得蛮危险的，最怕比较。提到前任很母汤，踩中地雷秒分手。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感冒，几乎没声音了。我说那我带你去看医生，脸很臭。他说啊，可能真的身体很不舒服。我就过去说啊，挂号几号？他说从来没等那么久过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我前男友带我来的时候都不用怎么等啊，一下就是我了。啊，这太夸张了，这个对，那自己挖洞。说回去找你前任吧，我就走掉了，直接分手。他动不动拿你跟他前任比较呢？对啊，这我也因为我觉得我一定很好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被比较。你哪里？没有，因为你知道什么吗？被比较不是，因为你知道什么？因为例如说他会说他不喜欢他前女友的各种点，我全部都会记得，然后都不会做到，所以绝对不会有让他生气的时候。哎呦，然后他喜欢的事我就全都做到，所以我会觉得说这1年来我都让你都没有生气，对。但为什么你在这1年后改变那么大？这样哦，对，我会他会努力的成为对方的完美。对。例如说，他说他喜欢吃生鱼片，然后我不喜欢吃，我还是会为了他去吃那个东西，我会全部照着他想要。这样就不是你自己啦。我觉得可我对感情就是会付出很多那种。哎呀，我觉得很危险。我觉得将心比心，因为我不喜欢听我的另外一半讲前任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，尤其是演员，我们必须要有很强大的想象力，去模拟各种状况，我们才能演给别人看。所以我很容易在他的一些话如果有透露出你的前任的时候，我会直接想到你们之前的画面，这对我跟他的关系是相当有害的。所以我基本上我不愿意提到，但是如果是不小心提到，当然没关系。可是有些女生真的会比较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比如说会讲来到一个餐厅说，以前我跟我前男朋友来过。讲这干嘛？对啊，比如说，我就发生过一件非常，我到现在还是想不通他为什么这么做的事情，应该是逼我跟他分手，应该是。他做的什么？刘夏生了一个很严重的感冒，几乎没声音了。我说那我带你去看医生，他说我跟你讲，我只能去东区的某某诊所，因为我都吃他们的药，他们药很重，我已经不能吃其他家的药。OK 啊，你都已经提出一个明确的标的物了，那我就把你载过去了。是不是在微风对面？就一定会打针的那一家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会是你们说的这间呢？我其实所有的前男友应该都会在那边干。该不会前男友是你吧？不是，那边有太多人的前男友在那边。你听一下我讲的，跟你有没有关啊？不，没有关系。然后呢，我就把他载过去说那边非常难停车。对，我就把放下来说你先进去挂号，我去停个车。放下来之后，那我就去停车嘛。停车停好再过来，大概应该20几分钟。过来发现他还坐在外面，还没到他。脸很臭。我说啊，可能真的身体很不舒服。我就过去说啊，你几号还差多少这样？啊，不知道啊。有点怒意。我说怎么了？我看看你是挂号几号？他说从来没等那么久过。我说什么意思？
我说我前男友带我来的时候都不用怎么等啊，一下就是我了。啊？所以我刚刚一个人坐在这边，真的觉得很冷哎，都没人陪我。我说我去停车啊，为什么你就要停车？我前男友来他就不用停车，停门口就可以了。哦，他到底有什么特权啊？我说对，我就火来了。我那时候我说，到底为什么？他说司机会在车上帮他等啊。哦，他的应该是是前男友，可能是开那种箱型保姆车之类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不用等？可能家里面跟一切关系很好，一来就是你先通报谁的儿子的女朋友，插号了。插号，对，然后可能利用某个时间点会从后门进去，后来才找这些东西。这太夸张了，这我没办法。对，那自己挖洞，已经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对，这好介绍前男友吗？可以是不是？我们可以专心的分享故事。对不起，我重点错了，不要急着研究病情。对，对不起，你是不是想把我当跳板认识我的朋友？被发现了，这样被发现了。但是这一点真的我爆炸了，我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已经不只是提前任，你这已经是在做一个非常明显的比较的行为。对，我只讲一句话，我就把挂号费丢在旁边，说回去找你前任吧，我就走掉了，直接分手。哇，就因为这件事分手。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是地雷了，这件事情就是严重的事情。哇，他如果只是个开端，后面这个不叫底线，这叫地雷。真的，这已经是炸掉了。我没想到炸掉了。如果他连这点都不能设身处地想到我当下的感觉的话，我跟你没有未来啊。我们何必？对啊，那就男欢女爱就好啦，我们不用有未来。他犯了大忌，这应该所有人听都，这是犯了大忌。他后来有跟你道歉吗？没有，他还跟他的姐妹说，我真的有够他插的小气。他如果回头跟你道歉，你会原谅吗？好好跟你解释，答应我以后不再犯。对，哇，心软了。那就要看他够不够可爱。真的是这样，我讲实话，如果他真的就叫可爱，这个要自己长身材，如果他的外形各方面真的是我太喜欢的。说到心里话，这是真话，这是真话。因为男人这点这个很现实啊，他那个太犯规了，因为他就是我的菜型啊。那我会心软。对，可能当下他就是因为养尊处优，他不认为他这样是错的，可他愿意认错 ，OK， 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可以，是互相的啦。对，人没有合理错的，起码这样合理一些些。对。最后一句，来，不能说的是，评论对方家人。我这个真的也是，我觉得评论家人这是一个大地雷，因为家人就是密不可分，你就是血浓于水，你真的是断不了。那我之前那个状况是，我那个男朋友他家人是非常容易被骗。对他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都是全家人被骗，我就觉得很奇葩，怎么会那么容易被骗？那因为现在其实诈骗真的非常猖獗嘛，各种手法。如果是你的手法很高端的，就是很难破解的那种，我觉得就算。可他家人都是被那种很拙劣的手法被骗，全家都被骗，这是一种基因吗？还是什么？什么要汇款呢？就我知道，我就觉得很扯。这是什么基因？你有趁机捞一笔吗？我没有，可是我就觉得很扯。抓准机会，既然这么好骗，你要不顺便就骗一点呢？行啊，这都要还的。哎呦，对啊，不聊这个，对，这个就是你知道风水轮流转，不要去骗人。他爸爸妈妈那是被骗的手法，就是很拙劣，是他爸爸妈妈接到一通电话，跟他讲说，恭喜你中大奖了，中了什么头奖台币30万，要他交出账户的那个账号，然后还有身份证字号，还有跟那个因为要那个中奖要税费，要先汇，对，你要先汇一笔钱给他们，对，然后你才能领到那个大奖。然后他爸爸妈妈就觉得说，是真的，然后就把钱给他们了。我就觉得这个不是10-20年前的诈骗手法，怎么还会被骗？男生提分手关键，这点就是忍不了。比如说我妈给我新的衣服，我就换了什么的，然后那女生就突然间这样子看着我，然后就说：“你妈出国回来都没有做马桶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啊？”那我很生气，我就立刻分手，很明显她不够可爱。10年前的诈骗手法，怎么还会被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算了，老人家嘛，可能资讯没那么发达。但是他的哥哥姐姐年纪就是才大我大概5-6岁吧，算是年轻人，也被骗。他哥哥也是接到一个电话，
然后呢，那个电话就是叫他要交出存折，然后跟印章，他就寄给人家了。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么轻易？存折寄给人家，对，就人家可以领那些钱呢。就是存折跟印章就寄给人家了，然后问他是说哦，因为没有密码，所以他领不到啊。哦哈，可是他也是这样子，因为这样被冻结了，就是他账户整个被冻结。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电话流传在诈骗集团都哦，这支电话哇好骗的，你敢知来？所以有的是打手机，有的是打家里电话。哦，这个世界好骗人，超好骗你骗干嘛呀？我3分钟就骗到6万了，来，我们来比看谁快来。这怎么会有那么好骗的家人？新手入学。他姐姐是收到简讯，然后就把账户给人家，然后之后他的账户就被人家告说什么涉嫌诈骗哦，然后就还在打官司，一家人都被骗，对，一家人都全部都被骗。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扯，怎么会被骗？我就问他，我就说，你家人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啊？我觉得很好奇，那怎么被骗？然后他自己支支吾吾也讲不出个所以来，因为我说。你可以把从头到尾被骗的手法跟我讲，我还可以就是拍成影片啊，或宣导给大家知道，说不要那么容易被骗嘛。可是他就是讲一讲也讲不出来，他后来就更小灯 Shuki， 就觉得说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家人都很笨？你是不是想要让我拍成影片，然后给大家都知道说我家的人笨得要死？就生气耶，就对我生气。你想把这个事情公诸于世，让诈骗这件事情到你家这边就止步了。对，就是对不对？宣导给大家不要那么容易说把什么账户啊、印章啊给别人。你认为我们这样提醒大家、提醒消费大众，原来是要说你家很笨吗？那你这样误会我，我是不是也很无辜呢？讲啊。他就觉得说我在消费他们家人，所以还要拍成影片。他认为消费大吵了一架。对，就大吵一架。那这个观念不一样，就很难走了。对啊。那就很难走了。其实以我们的状况要评论别人这件事情很难啊，因为这明明就知道犯了大忌嘛。对。但是就是会发生类似的事情，让你不小心得走进这个圈套里了。这个漩涡里面。漩涡。比如说我有曾经一个前任。他妹妹是做保险的，OK， 那我很爱车嘛，那我车子需要出车险，肥水不落外人田啊，当然交给你妹妹来帮我评估一下出险应该多少钱，你评啊，这台车啊，这个你看假释对这台车可能乙式怎么不能保丙式，所以大概多少钱？给我看了之后，那因为其实玩车那么多年，我保险保那么多年，我一看就觉得。就知道价格在哪。这个价格其实，比如说某台车乙式怎么出应该4万多，对，怎么出来这边6万9？哇，那我有看里面的一些细节，其实也都差不多的保额。那为了再确定一次我还把一样我车的条件，请其他同行来评一下，也真的还是4万多。好，那多出来的2万多是，可是也是一种保费。我认为不会他自己中饱私囊，只是说我觉得他在这一行可能还不够资深，不懂得去帮我争取一些更好的优惠。我认为。那当然我看到这个比较之后呢，我就直接跟我的前任说，我的车险其实交给你妹来保，这几人比较没有优惠就算了，怎么会比别人贵这么多？我没有。这个加一点或减一点，这是那时候我讲的内容。讲完之后暴怒，你现在是指我妹骗你钱喽？这个也。我说，我刚刚这样讲，你是不是有点扭曲了？你就这个意思啊？你觉得给别人保就是这个价钱，给我妹就保这个价钱，你就拐个弯跟我说我妹骗你钱嘛？我妹可能骗你钱吗？这个自己大家相处这么久，跟自己家人一样了。那其实我是有点冤枉的。我只是认为说，我本来想给自己人赚钱的机会，但是结果不如预期，我必须跟我的另外一半，我最亲密的另外一半，说有发生这个事情，其实就事论事，但他没办法站在我这一边。相比之下的时候，他得站在他家人那一边。的确，即使你们听也会认为我可能没有错，但他必须选边的时候，他得站在家人那一边。对，实在了。所以那件事情后来是无法解决，他就是罗生门，但也告诉我家人。跟钱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最好不要跟另外一半有任何讨论的空间。对，连讨论都不要讨论。这个界限是要拉起来的，不要太多牵扯哦。对啊，你本来希望给自己人赚，都不要这样想，你就去外面好好的，不要提这件事情，让外面来处理。跟另外一半就是享受生活就好。对吧？赞同。对吗？对这件事情，对我的启发非常大。评论家人 ，Junior， 你的专场来。
他原来是大师啊！我还好不会评论家人呢，但我遇过一个我爆炸的，就是我那时候很年轻，然后大概大学吧，交了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其实我们在一起才没有多久，那我妈妈就跟她见过1次面，然后那个女生出国玩，出国玩回来呢，就带了一个包包给我妈妈，对，就在 Outlet 买一个包包。那但我们大学生，他那时候买一个包包可能3、4千块，不便宜了。然后他就买个包包送我妈，我妈就哦，可是我跟那女生根本才在一起没多久，我妈只见过她1次，所以在我妈的心里面就根本没有想到这将来是有什么关系的。然后后来轮我妈妈出国，我妈出国玩回来就很开心啊，就是跟我们讲，然后我妈买的东西给我这样好，然后我就回那我在他们租房子，然后那女生来找我，我就比如说我妈给我新的衣服，我就换了什么的。然后那女生就突然间这样子看着我，然后就说：“我觉得你妈很不会做人。”然后我就啊，我觉得你妈，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我出国回来都有给你妈买礼物，你妈出国回来都没有给我买礼物。哦，哇，我当下是气到直接把她的东西丢到那个门口，说你现在就出去，我们不用再见面，直接给你出去。我觉得怎么会直接这样评论人家的家人？而且说真的，八字还没一撇，这是我们才几岁，对不对？就长辈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件事情。那我很生气，我就立刻分手，立刻。前任家人口无遮拦，全场愤慨集体抗议。他妈妈就是会一直说：“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长那么丑？”然后就看到我，那有评论你吗？有啊，他们就评论我说什么我看起来很做作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觉得不开心，因为我就觉得说。怎么会有酸民在我面前？这个没办法，这没有办法。当下就封锁他。一拜。立刻分手，立刻。哇，这也是风格明快啊！是啊，就是我觉得你才这叫做快刀斩破吧？斩乱没有，人家没有破。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吗？快刀斩乱麻了。对，不是因为。才在一起没多久你就敢讲这种话，那以后久了娶回家，那你会怎么对我家人？对，你想怎么讲就怎么讲。一粒沙见世界，就出去，直接，速度很快的，很明显，他不够可爱，就对他不够可爱，他不够可爱。但是家人的话，那身材要够好。啊，对，这样如果他要原谅他的话，完美的状态。我这样说不齐全，什么叫完美？就是功能够齐全，肾脏、肝脏都要有，对，性价比要有，全配，要有性价比，对，真的是性价比。前几年反正我就入了这一行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就是会觉得。很要有口德这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怕运气不好或者什么的，就是觉得不要乱评。所以你没有进这行之前是没有口德，以前就很爱乱开玩笑。开玩笑，小朋友就以前就会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可是其实那我会觉得现在会觉得那是造口业。哎呦，漂亮，长大了，会这样想就不错了，成熟了。对，开玩笑，节目你就少上一点，我是说真的。什么节目？所以谈话性节目，对，所以就是那种如果要比较负面的，我基本上会比较少上。对，然后反正就是因为我就是会有这个问题，然后我就有一天跟暧昧对象，然后要去他家吃饭，然后他们就在看电视，然后就看，他妈妈就是会一直说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长那么丑或者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觉觉得不开心，因为看节目的时候对里面的，因为我就觉得说，怎么会有酸民在我面前？酸民，酸民本人，你说妈妈是酸民，他可能自己也移情了啦，他觉得哎，我也是公众人物，对啦，可以理解，很容易移情啊，感同身受。你会想到，如果自己在荧幕上会被怎么讲？对，也会被人家这样。我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对人家家人扣这个帽子的。对，哇，你家有2个酸民啊，这个没听过，我觉得这个太特别了。没有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妈自己也没有长得多好看。没有，因为。哎，你那个不是造口业，你那是白目哎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说，因为那一天他看电视是真的每一个人都说不好看，然后明明就是长得不错，他也觉得不好看，都没有先照镜子，然后就要一直讲别人，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开心，因为觉得那些人很衰，而且还是我认识的人哎。对，而且那只是一次哦，我记得还有第2次看电视，就是因为那个礼拜好像还有看2次，第2次然后去他们家又超爱看电视，然后就看到我，那有评论你吗？有啊，他们就评论我说什么我看起来很做作什么的，
可是你就在旁边呢。对啊，就是一直说我。他知道那是你吗？他知道那是我啊。那还这样讲？他就会说，哎，你刚刚那个反应是装的嘛？这样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我个性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就是我都已经来吃过饭那么多次了，他竟然说我那个很装，老板就是酸民呢。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？然后我就会，哇，这个没办法，这没有办法。你当下就封锁他。我觉得死棋了。对，我觉得已经死棋了。没有办法。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要这样？因为我就不想要自己身边的人会。然后你暧昧对象也没有说些什么，没有，他是很重要的桥梁。对，他不会跳出来帮你讲话吗？他没有说没有，就是因为没有，所以我才爆炸啊！酸民就出现在我正前方。你当下有呛回去吗？不是在荧幕前，是在正前方。我也无法想象，如果我自己身在那个环境，要怎么？就是很尴尬。假如你，我可能会说，哎，看这种节目那么不开心，换别的节目，我们看大爱好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们可以看别的节目嘛。对啊，对，我们可以看别的节目啊。因为阿姨不管怎么转，每一台都是你啊。怎么办呢？阿姨拜阿姨拜。阿姨，你要记得你说过什么？每一台都是阿姨，酸民。这的确是有一点白目啊。对啊，直接在我面前评论我，哎，我吓到不行哎。那你没有反击吗？真的走不下去啊！就心痛而已啊，也不能反击，因为他是长辈，我就觉得哦，就是觉得只是暧昧对象也没有过门，没什么，对，没开始嘛。没有，就是觉得哦，怎么吓到，然后马上就，而且他也没有帮我讲话。啊，他最白目，他在现场没有帮我讲任何话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再这不行啊，没有话题到一个不应该有的尴尬，对不对？这尴尬不应该有的。哦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敏感的地雷区，有，每个人都有。心理学家称之为情绪按钮。哦，这个按钮一旦被触动，就像踩到地雷一般，产生强烈的反应。因此，了解在感情中彼此的禁忌跟界限至关重要。祝福我们所有的人世间的情爱男女，从今天的节目的这个主题，去寻找所有不太适合拿出来聊的话题，避免它，好不好？避免它。好了，我们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